鲜美的鲅鱼丸大家都非常爱吃，可是想要做的美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滑嫩的鲅鱼丸一定要加入肥肉膘，您知道猪肉膘和鲅鱼的黄金比例是多少吗？做鲅鱼丸要加入葱姜水、蛋清等多种调料，顺序一定是关键。您知道顺序是怎样的吗？尤其丙大厨带来的这道鲅鱼丸还借鉴了狮子头的饱满口感。您知道这里有什么烹饪秘籍吗？菜馆干炒五花肉可是丙大厨的拿手好菜，五花肉香而不腻，干香可口，出锅时再撒上一把韭菜，更是倍添美味。同时，丙大厨还特别教您干炒的技法和火候的掌握。如何把五花肉炒得干香可口、香而不腻呢？一切答案尽在本期的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你知道你在家里面可能也做过这个鲅鱼丸子，但是这个鲅鱼丸子呢，如果说你想吃起来不仅有鲜还有香的话，除了鲅鱼之外，还要加一点另外的辅料，才能出来很好的味道。什么辅料呢？一会儿大厨就告诉你。给您请来的这位大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烹饪大师丙基和丙大厨，欢迎丙厨来做个节目了，欢迎您，丙厨。两道菜，第一道菜是做鲅鱼丸子。对，你知道这个鲅鱼丸子呢，算是胶东一代人们的一个生活中的家常小菜。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怎么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营养健康呢？给你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健康老师顾平顾老师，欢迎你顾老师。大家好。看到没？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鲅鱼丸子的这条鲅鱼呢，很新鲜，是不是？很棒。非常有弹性。没错没错。那么就交给我们的丙大厨。第一道菜什么名字？这个味道狮子鲅鱼丸。味道狮子鲅鱼丸，现在就开始做，好不好？味道狮子鲅鱼丸推荐理由：鱼丸做出狮子头的饱满口感，讲究的调制顺序和黄金比例，将鲅鱼丸的鲜美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用鸡汤将鱼丸汆熟，更是鲜上加鲜，营养加倍。味道狮子鲅鱼丸用到的主料有鲅鱼、猪肥膘、鸡蛋、葱姜、花椒。先这个，因为咱用这个菜呢，用的是那个鱼肉。鱼肉。这个鱼头呢，鱼就不用了。把这个鱼肉呢单独的给它取出来，是不是？好。其实这个鱼头呢，也可以做这个，在家里也可以做菜，是吧？你这样用这个高压锅加点酱油，这个压它15分钟，吃起来之后呢，这个鱼头它是没有这个硬骨头的，就全烂了。它这个鲅鱼头非常好吃。鲅鱼头很鲜吗？很鲜。我在家里面其实没做过鲅鱼头。鲅鱼头我觉得挺鲜美的，而且它里面有一些软骨组织，然后你把它炖烂了以后啊，应该味道不错。咱今天取这个肉啊，取的也是很干脆利落，说话间2大片就这么取下来了。好，这个呢，首先要把这个刺呢，因为这个鲅鱼，它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这个刺是大刺，它身上没有细刺，这样呢就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您处理的时候就是在中间用这个刀把它削下来就可以了，削下来就可以。平削，看着呢，我觉得这个鲅鱼在处理之前是不是先把它冻了一下？好像是冰过，冰过。这个是利于你处理还是说怎样？利于处理，然后看起来比较硬挺一点。如果软的话，它就肉比较碎。软的话呢，它一个是碎，再一个是，尤其在这个不是经常制作的话呢，它会这个浪费很多鱼肉。哟，您这么取这个肉这个蓉？对，这个我做的这个呢，就是吃起来呢还是吃这个鲅鱼的感觉，比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就是把鲅鱼做成肉味儿，肉的丸子，就是鲅鱼肉的那种感觉。鲅鱼肉。这个丸子做出来之后呢，这个你一吃之后呢，你马上想到的吃的还是这个鲅鱼，还是鲅鱼。这个而且呢，这个看的表面呢，它不是那么光滑，比较粗糙。有点像狮子头一样。这就是这道菜那个狮子头那种名字的来历，就这样子的。我们这边呢，把鱼肉取下来之后呢，需要把它斩一斩、剁一剁。对，这个剁的过程是不是就等于是把它变成一个鱼蓉的过程？因为这个鲅鱼呢，它非常的软，这个肉是吧？你到时候你先稍微一剁，到时候在搅拌的过程中呢，就把这个肉去搅碎了。没错，不像这个南方的一些这个，你像江南一些这个做鲅鱼做鱼肉丸子的，它是用这个打碎机、料理机。但这个就是还是吃这个要吃肉的感觉，简单剁一剁它。其实这个鲅鱼啊，算是一个海边的一个特产。那其实内陆的地区呢，有些人过年或者说平时的时候走菜市场也喜欢吃点鲅鱼。这个鲅鱼营养上有没有什么跟别的鱼不同的地方？鲅鱼跟别的鱼的差别很小，它也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也就是说，
鲅鱼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呢，那么非常非常高，比咱们的这个肉，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猪肉还要高一些。所以呢，它是属于高蛋白的，但是它脂肪很低。那么也就是说，你像肉的脂肪呢，能达到20%-30%，它呢，也就是说4-5%。所以呢，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食物。又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但是呢，它的这个，你比如因为它是海鱼，所以它含的矿物质是比较高，比如说碘元素就很高。那么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很好的，对老年人呢也能够促进老年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吃鲅鱼是很养生的一个食物。老年人和孩子比较适合。对。今天咱做这丸子，您这边调的这个水啊，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什么？这是葱和花椒。葱姜和花椒。这个你干嘛要把它泡水，然后抓它？您要这个尽快让这个味道散出来，就把这个葱和姜的这个味儿呢，融到这个水里。我觉着有一种做法挺那个的，就是我们会锅里放一点热水，然后把这个花椒呢，就是用热水泡一泡，然后葱姜也是泡一泡，好像用热水泡可能这个这是您的招。对，热水泡这个花椒可以，因为花椒呢，你可以煮出来之后呢，你凉透了之后再用。它的葱姜不行，葱姜就因为不行了。用热水泡了之后呢，它的这个辛辣味它就会发出来。就是葱姜，你必须得这么抓它，你知道，使劲的蹂躏它一番之后呢，它这个本身的一些味道就会释放出来了。你一抓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汁变稠了，它都有点黏黏糊糊了。的确，来点料酒下去。你看，做鱼少不了这些葱啊、姜啊、料酒啊之类的来去腥。好嘞。现在就是我们的别大厨给您出法宝的时间了。做鲅鱼丸子跟我们做这个狮子头一个道理，都得放什么？丙厨，这个肥肉，大肥肉膘子，它是脂肪，但是脂肪和这个鲅鱼放在一起，会不会使这个丸子吃起来很香腻，或者说很油？不腻，不会腻的。它只是能增加这个丸子的这个润，它比较润一些，有水能够吸水。因为这个鲅鱼呢，它加了这个丸子之后，它吃起来。这个加肥肉之后吃起来的口感非常好，加瘦肉都不敌这肥肉，加瘦肉不行，就用猪的这个肥膘，其实就选那种厚一点的肥膘，就是大肥油的那种。它这种打出来之后呢，打在丸子之后煮出来之后，吃不出这个肉的感觉来。但是呢，这个丸子呢也不能放这个肥油，猪大油。这个比例有要求吗，大厨？比如说咱多少？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因为这个菜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店也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菜。它的比例呢是1斤这个鱼肉，1斤鱼肉，3两半肥肉，就是3两的猪肉肥膘，对，加上1斤的鲅鱼，给它剁一剁，剁到很碎很碎。你看它剁到有点黏黏糊糊的感觉，似乎就刚刚好。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在大厨的手中呢，给您烹一样样的家常小菜。您呢要记得经常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呢是每一天一个主题。今天您看到的是大厨烹小菜，大厨是丙大厨做的小菜，第一道是鲅鱼丸子，而且是味道狮子头鲅鱼丸子，大个的这回，现在开始抓它了，就让它两个粘在一起。对。这个，因为咱们这个鲅鱼呢，因为它是高蛋白，所以里面全是蛋白质。蛋白质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紧致，互相之间的没水。然后呢，我们会给它加一点肥油，这个肥油呢是脂肪，脂肪呢它是可以保水的，所以呢，你这吃起来呢，这个丸子呢就相当于有水在这间隔，就又滑又软，又水灵，所以呢好吃。这边给它抓到整个2个融合在一起，然后放入我们的葱姜水。哇！您就这么过滤就可以了，可以。大厨，您这是有功夫，您这个手这么一兜，示范一点可以。其实，在家里面做菜，有的时候就是没那么多麻烦的步骤。我们也可以用个漏勺，然后用纱布，然后过滤，那样呢就还得刷嘛，是不是？对。然后我们就要一点点水就可以了。这个水呢，也是这个一点点的打入进去。就是说，您这个水要跟着感觉走，没有什么严格的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吗？这个比例呢，这个1斤鱼肉3两半肥肉的前提呢，要打入4两到半斤的水。4两到半斤，那还是挺多的水的。水挺多。好不好？搅它的时候也是一个方向搅吗？一个方向搅。我发现做丸子好像想上劲儿，想让它紧一点，都得一个方向搅。一个方向的搅拌。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丙厨，咱基础的味道还没有给它，什么盐呢？我们都没放。因为这个丸子呢，它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盐呢，它是吃劲了。你加了盐之后呢，你再一搅的话，它就马上就上劲了。
哦，你下次可以过手可以看一下。现在有点鸡粉，有点小味道。因为这个平常我做菜呢很少用这些东西，但是做这个鱼肉呢，还是要搁一点这个鸡精、鸡粉，调味好，那个味道来调一下。没错。好，现在就开始给它上劲了吗？加点盐，来盐。好，这个盐呢也不是单纯上劲，也是为了调味儿。哦，这个盐我发现你不是用太多，对，不用太多，是为了怕破坏那个鲅鱼本身的鲜味道。对，你是调住它这个盐，它的咸味就行了。还真的变紧了，你看你刚才那个时候还是晃起来的时候还是那种大规模的放，现在它往里缩的感觉，现在就是盐就比较紧致了，有弹性了，越来越厚度，真的是很厚度。好，我们给它搅一搅 ，OK， 然后还要加一个鸡蛋，对，最后搅成匀了之后加个蛋清。那你为什么不之前就把这个蛋清和我们这个猪肉膘一起放进去？这样容易把这个蛋呢，它因为它这有那个打水的时候，这个蛋呢打不匀，它就会吃不透。再搅到什么程度是咱们想要的？就是把蛋清这个搅进去就行了。搅进去，我们最后出来的是那种，手感什么样？是那种，现在这样子可以吗？现在基本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现在就是这样。我觉得做丸子刚开始丸子还是有点发红，没错，做着就变成雪白的，主要是脂肪就匀了，搅拌，匀了，搅匀了，加上蛋清之后呢，它也搅下来之后也就上劲了。然后锅中准备好鸡汤，最好用鸡汤。好，先这个不用开锅的，先把它下去。就是说它这个属于是浸它吗，还是怎样？这样下呢，它这个丸子容易成型。好，现在开始我们正式的做丸子了。锅中的鸡汤热着，你要浸它。可是您现在搓这个丸子，它有没有一些技巧？团起来之后呢，就来回这样倒吗？就来回倒行了。可是您手中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油这个为了怕沾上嘛，防止沾手用油，沾它水不可以吗？沾水也行，也行，水不入这个油。滑溜一点滑溜一点而且最后你看你团的，这有点像个小狮子头一样。对，这个水温汤的温度大概在什么程度，咱们再把这个丸子放进去成型呢？这个50-60度的就行。50-60度，这个丸子呢，它属于这种大丸子，它煮的时间要长。先一个一个放下之后呢，它定了型之后，你再开火之后把它就煮熟了就行了。你如果就开锅煮的话呢，你这个丸子第一个丸子下的时候可能熟了，到最后那个丸子呢，很有可能还是生的。是生的。这样，所以说你要是这样子，等它50-60度的时候把它下进去，这个是不是也是防止它散的一个关键所在？对，先让它定型呗，就是定型。先让它呢试试这个温度，因为慢慢的随着温度升高。如果小丸子的话呢，就没有必要了。小丸子就是一个一个开锅下去，行小丸子。好，把所有的狮子头鲅鱼丸子呢放进我们的鸡汤之内。大概要这样浸多长时间才能够把它浸熟？有没有一些特征？它熟了？熟了就浮上来了，熟了呢，这么大丸子也能浮起来吗？也能浮起来。这个要熟了的话，得有14-15分钟。慢慢的浸着它吧。一边浸着它，一边你再团一个一个的。14-15分钟之后，一起来尝尝这狮子鲅鱼丸子。好嘞，15分钟左右，看着我们的饼厨一直在这边细心的调我们这份汤就觉得很怎么讲，很期待今天这个好味道。加一点盐，刚才。最后出锅前，这个在汤里，好，胡椒粉，放点胡椒粉直接放碗里就行了。放碗里，我觉得吃鲅鱼丸子离不开胡椒粉。的确，我们这丸子现在你看煮的一点都没有散掉，而且呢白白的、滑滑的菜。出锅了，这么大一个这一个下来之后，我觉得这顿饭起码半饱了，是不是？是啊。来点菜心。迷你的菠菜，好，小菠菜一放，好嘞。现在我们的狮子头鲅鱼丸子已经正式的上桌了，好味道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它吧。好，哇，这鲅鱼丸子能吃到一些鲅鱼的肉纤维，肉丁在里面，是不是？有肉纤维，真的像吃鲅鱼肉一样，就像吃起来就有鲅鱼的这个肉味非常有弹性的鲅鱼肉，好吃，真的好吃。比一般的那个鲅鱼丸子呢，好像就一吃就是你知道就是鲅鱼肉，对，这是没错。而且呢，你吃不到那种肥油本身的那种油腻之感。对。比如说，我要问一下你，这个肉纤维之所以能吃得到，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呢，咱们打水的时候呢，包括打完水加盐的时候，上劲的时候，这个搓制的过程比较说要时间要长一些，要时间久一点。
真的好吃，好吃，顾老师，非常好吃。大厨烹小菜，烹的这道菜应该是大厨烹大菜。没错。接下来又给你带一道好味道的菜品了，是什么名字？秉叔，这个菜馆干炒五花肉。菜馆干炒五花肉。菜馆干炒五花肉推荐理由：香而不腻，绝对下饭的家常美味。干炒的方法使五花肉干香可口，香而不腻。特别搭配的韭菜和辣椒更是开胃下饭，倍添美味。菜馆干炒五花肉用到的主料有五花肉、韭菜、大蒜、辣椒。这个五花肉呢，这个选的是这种3层五花，三层五花。这个五花肉呢，它吃起来呢，它不是那么很肥腻。再一个呢，它这个我们普通的叫法也叫维心肉。维心肉，维心肉，对。这块吃起来呢，它炒一会儿之后呢，它熟了之后，它吃起来这个脆感，因为它那个肉呢，它不是那么腻，对，所以挺好吃。大厨，我也问一下你哈，上五花下五花，您说下五花是脆的，对，是不是？那它这个上五花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口感？这个上五花呢，就是用做红烧肉，这个吃起来可以，挺好的。皮比较厚的，皮是厚的，这个脂肪呢，那个瘦层也很厚，好。咱现在接着处理什么？韭菜和它搭配。其实啊，我们做五花肉啊，家里有很多方式。对，比如说顾老师，您家里做五花肉怎么做？一般我们都是炒菜的时候放一点点，就几片，不能放多的。然后呢，用来炒大头菜，或者是炒我们的这个蔬菜类，炒蔬菜类，就是当一个引头，没错，救它的香味儿就可以了。而且呢，你知道，你如果是做那种东北的炖菜，或者是做一些炒菜呢，有这么一点点五花肉，千万别小视它，有它之后那个味道会香喷喷，没它就素到不行。对。那咱这个干炒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炸呀、炖呐，然后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其实炒呢有很多种，一种是这个干炒，还有一种滑炒，是吧？那么滑炒呢，它就是原料上过浆，是吧？油比较大，然后炒出来，上浆，它这个炒起来比较嫩，吃起来滑爽的那种感觉。干炒的呢，一般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就是家庭做菜，其实这种烹饪方法都是干炒，没错，是吧？倒上油，倒上肉，你说这样巴拉巴拉，是，没错，这叫干炒，这其实都是干炒，干炒的。但是这个干炒呢，如果你突出主料的话呢，像那个干炒五花肉的话呢，这个它的特点就是要求是这个脆，就越嚼越香的那种。那好，咱现在开始干炒它，把那锅中的来一点点油下去。今天用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啊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七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它呢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香味，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香，没有油烟，所以说建议你在家里面家庭烹饪可以使用它。大嘴告诉你，其实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做干炒，是希望呢吃出来那种配米饭很好的五花肉的感觉。老师，你觉不觉得五花肉如果是干巴巴的，特别配米饭？对，这个五花肉呢，直接就放进我们这个油爆好香的锅里面，来回的干煸它。炒它，这时候炒它的时候是大火吗？大火，是大火来炒。其实我觉得大厨，您今天这个干炒的方式，是不是就跟我们在湖南、湖北吃的那种辣干或者说炒那种腊肉的时候那种方式差不多？差不多。炒培根肉好像也是用这种干煸的那种这个年间肉，年间肉没错。这个大火炒大概炒多长时间？把它炒的这个肉呢卷起来了，像有油了就行了。就是说把它那油炒在一些，这样子一块吃起来的时候呢，它才不会说太肥、太腻，好香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还要把这个韭菜放进去跟它一起炒。对，这个韭菜呢，不要一根韭菜不要全切上，因为炒这个菜呢，就是切前面的3刀行了。就是说，你看你剩下来的这些大量的东西都已经留下来了，叶菜都留到它用。利用这一块呢，就是其实是最好的，硬挺一点的这一点。就是要前面那个带茎的，带茎的，不要后面那个老叶子。其实很多带分叉的韭菜炒的菜呢，其实用这一块是最好的。这就光用这一块。用这个韭菜炒海肠，韭菜炒饭，其实用这块最好。就这个位置，颜色好，但是吃口，有一点有韧性，就是它准备长叶子那个连接处，是不是？其实这个韭菜都是春天韭菜最好吃。是，现在头茬韭菜是不是？头茬韭菜是最棒的。那您能告诉我，老师这韭菜吃起来对我们人体的补益作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韭菜呢，它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吃完以后你会觉得浑身热乎乎的。没错。那么在中医来讲呢，它就在所有蔬菜当中是最补阳气的。阳气。对，补阳气，也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热乎，其实就是它的
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扩张末梢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觉着呢，这个韭菜当中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吃了以后比较润肠。那么它的维生素当中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都是很高的，尤其是呢，我们大厨刚才没用的这个叶子，叶子是 B 族最多的。其实呢，越绿的部分呢，它的营养素越多，这个部位呢反倒是少的，就是相对来讲。相对来讲，其实大厨你看啊，都说这个韭菜呢不能和牛肉搭配，因为它比较粗，但和猪肉搭。有的时候我们做饺子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它能够使这个猪肉的肉香呢上一个台阶，对，非常鲜。你像我们说的三鲜馅儿，这个韭菜它和肉，它最绝的搭配呢，我认为还是和海鲜。海鲜搭配，对。你和海鲜一搭配呢，它就如同放的这个什么味精了，什么任何一个你做海鲜的汤，贝壳类的你做汤也好，做什么样，不要搁其他的东西，加点盐。少放一点这个韭菜就特别提鲜，特别提鲜的。没错，就在说话前，大厨这个锅中的油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把那个肥肉啊炒出来一些油出来了。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油彻底炒干嘛？这不用彻底炒干，就是炒上颜色。你看，如果个个都像这样的啊，就有一点点小干巴的感觉，干巴的感觉，也不能全炒干的话呢，它这个吃起来就是它就没有这个瘦滑肉的感觉了。哦，是这样。其实这样来回炒它的时候，这种就是干炒的一个灵魂，就来回干炒，对，什么也不加。那如果说我们不炒肉的话，这种干炒的方式还是个炒什么呢？这个炒豆角，绿豆，那个芸豆，对，炒芸豆了，或者就像大家说的炒韭菜炒肉丝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炒到这个程度还不行吗，大厨？我看您这个有点有一些干巴了。现在这个温度呢，就是这个油开始吐油了，因为它现在温度整个的都这个油温很高，都很高了，就开始吐油了，吐油这就 OK 了。好，把油给它控出来。好，油控出来之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放入我们的调料，葱花。之所以不先放的理由是，容易糊。干辣椒加几粒花椒，然后再把这个蒜片放进去。其实我觉得好像似乎我们一说这个干炒这种菜呢，都是辣乎乎的菜，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干炒必须得用辣椒吗？这个也不是，因为这个干炒呢，也是根据个人自己的口味。咱这里的口味呢，它这个加点辣，因为吃起来比较适口。你像川菜或者湘菜了。它这个辣加放的更足，再把这时候就把韭菜放进去了，韭菜不能提前放，不用提前放。这时候呢再加一点这个酱油。可我觉得这个酱油在烹肉的时候就应该放吧，这个出锅时候放一下，哎呦，之后呢还有一种香味，激一下它的味道。好，现在给您准备好一个盘子，准备正式的出锅喽。这道菜呢一看就是一道家常小菜，但是呢家常小菜大厨给你烹的应该会有一些跟平时我们在家里面烹的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它干到什么程度呢？锅中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油了，而且我们这个肉看上去也是干巴巴的，一道呢非常非常家常，而且成菜呢看起来让你很想呼唤米饭的菜，已经正式的出锅了。对，咱们三个一起来好好尝一尝，究竟有多下饭。对，开始吃我们的小炒肉喽。哎呦，这道菜呢还真是够香的。哦，好吃啊！这时候呢，一块肉一块蒜，再夹着吃，再来块韭菜，五花肉非常脆，没错，而且咬在嘴中是那种很有咬头的，好像说你一直嚼它，不会给它嚼烂，而是呢能嚼很久，但是那个韭菜还很给它提味的。这个肉呢，你吃起来是最好用米饭，挖一大口米饭，2块肉下去，来一点蒜片和韭菜，